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佛历7月下初三。万象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1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2基普，跌幅0.06%。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1.2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0.6基普，涨幅0.0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5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0.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47.82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72点，涨幅0.41%。开盘1148.96点，最高1150.71点，最低1147.82点。成交量627200股，成交金额171514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基普，交易量5794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基普，交易额89807000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623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49万基普，涨幅1.37%。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1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2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90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国会举行纪念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70周年授勋仪式。6月12日，老挝国会在万象举行隆重仪式，向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授勋。此次授勋旨在表彰国会高级领导、已退休的前高级领导以及在职的党员干部和公务员。老挝国会主席赛颂彭丰威汉出席并主持了仪式。赛颂彭丰威汉主席在仪式上回顾了老挝人民革命党70年来的光辉历程。他强调，党的诞生是老挝人民的迫切需要，是民族解放和反抗侵略者斗争的必然要求。自1955年成立以来，党领导老挝民主革命，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凭借智慧和远见，运用凯山丰威汉思想，成功动员人民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取得胜利，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2. 波里坎塞省庆祝世界献血者日。6月12日，波里坎塞省红十字会在万通县举行世界献血者日庆祝活动，县长通利西提安帕、省红十字会会长西苏潘翁维莱等领导出席。通利西提安帕县长指出，每年6月14日全球庆祝献血者日，感谢献血者挽救生命。西苏潘翁维莱会长呼吁社会各界自愿献血，帮助有需要的人。现场多位献血者和受助者分享了感言。3. 东盟举办第20届植物产品和粮食作物标准专题会议。6月11日至12日，老挝农林部种植司在琅勃拉邦主办了第20届东盟植物产品和粮食作物标准专题组会议。副司长彭提索马尼女士，东盟植物产品和粮食作物标准专题组主席凯伦克里斯汀 A 罗斯科姆女士以及东盟秘书处相关委员会代表乔舒亚阿贝尔共同主持会议。本次会议是专家会议，旨在汇报植物产品和粮食作物标准专题组的工作进展，特别是第19次会议成果的落实情况。会议还讨论并修订了各成员国提出的新植物产品标准，并审查和批准了新鲜菠萝蜜、胡椒、胡萝卜、西葫芦及其他作物的东盟植物产品标准草案。4. 惠揽潘公司举行植树放育活动。6月11日，
汇揽潘电力有限公司在色贡省拉曼县拉维揽潘村举行了植树放育活动。汇揽潘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萨尼特·塞亚希特、色贡省能源矿产厅副厅长拉姆潘乔马哈塞出席活动。萨尼特·塞亚希特表示，此次植树活动只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的意识。本次活动共种植了300棵柚木，并向水电站水库区域放生了7500条鲶鱼苗。借此机会，萨尼特·塞亚希特呼吁各方共同管理和保护森林、水生动物和野生动物这些自然遗产，使其可持续发展并世代相传。5. 老挝青年在泰国被捕，涉嫌运输近600万粒冰毒。6月12日凌晨4点25分左右，泰国警方在郎开府桑空县班芒镇达森村逮捕了一名25岁的老挝籍男子。该男子涉嫌受雇运输584万粒冰毒，并当场查获一辆皮卡车。他受雇从黎义府帕冲县运送毒品至郎开府桑空县班芒镇，但在运送途中被警方截获。经审讯，这名老挝嫌疑人供认，他此前在桑空县纳宁镇从事割胶工作。随后，一名朋友联系他，让他驾驶车辆运输货物。6月11日晚，一名泰国人到橡胶园接他前往帕冲县。深夜时分，又有人带他到帕冲县哈坎皮镇湄公河边的森林里，让他驾驶停放在森林中的车辆前往桑空县班芒镇某度假村。当他驾车看到检查站时，因惊慌失措而驾车逃离，随后车辆失控冲出路边，最终被捕。目前，泰国警方将对查获的毒品和嫌疑人依法进行后续处理。6. 沙湾拿吉省涝干县突发洪水。6月12日，受热带风暴吴提影响，老挝南部与越南接壤地区普降暴雨，导致沙湾拿吉省涝干县萨纳姆村突发洪水。7. 乌多姆塞省警方教育39名失足妇女。6月4日至5日，乌多姆塞省公安厅专案组对此前已被教育过的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进行了回访检查，然而却发现大部分场所并未停止。此次行动共查获39名从事色情服务的失足妇女，包括蒙塞县吉武查鲁村的3家店有14人，纳莫县马克朱克村的5家店有25人。经调查，这些失足妇女向警方供述，他们在餐馆酒吧从事色情服务活动，大部分是自愿前来的。他们在店内没有固定工资，而是将店面作为联系和交易的场所。当客人光顾时，他们会利用店内提供的临时房间进行色情交易，店主则收取临时服务费，每次10万基普。他们有时也会到店外提供服务，店主则收取过夜服务费，每人每次30万基普。对于这些餐馆酒吧店主，警方已进行了教育并依法处以罚款。对于失足妇女，警方在教育后已将他们交由店主送回家中，由其监护人继续进行教育。8. 盗窃摩托车嫌疑人被捕。6月10日上午8点05分左右，万象省图拉孔县东村哨所接到报案称，一名不法分子骑着一辆盗窃来的蓝黑色无牌照本田摩托车，从万象市塞塔尼县方向驶来，正前往万象省图拉孔县。万象市塞塔尼县的警察正在追捕。万象省交警随即在图拉孔县纳诺昆村3岔路口设卡拦截。当警方发现目标摩托车驶来，立即将其截停。经调查，驾驶员39岁，家住万象市西科塔邦县农聂村。目前，万象省图拉孔县警方已将该摩托车及嫌疑人移交给万象市塞塔尼县警方。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